大家好，我是考拉姐姐，今天教大家做海绵蛋糕。海绵蛋糕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长不高，无法成型。今天考拉姐姐教你们轻松解决这一点，简单3步，零失败做出海绵蛋糕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好一个6寸海绵蛋糕的材料。第一步，全蛋液打发。首先，我们将黄油隔水加热，直至彻底融化，再把牛奶加入到黄油中，充分搅拌。搅拌好的黄油牛奶保温备用。2个鸡蛋打散备用。全蛋液本身很难打发，稍不注意就会打发失败。所以我们准备了一盆50度的热水，先隔碗加热蛋液，较高的温度能使蛋黄中的脂肪软化，易于打发。其次，要想打发出来的气泡更加稳定和细腻，细砂糖的量不能少于全蛋液的60%。把全部细砂糖加进去之后，开始打发。打蛋器先开低速，等蛋液和细砂糖充分混合均匀后，再开高速进行打发。直到打发到蛋液变白变细腻的状态。提起打蛋头，用蛋液在盆里画 Z 字。如果纹路可以保持很久不消失，就说明全蛋液已经打发好了。第2步，制作面糊。现在预热烤箱，上下火180度。先把低筋面粉分3次筛入蛋液中，每次加入都要翻拌一下面糊，全部面粉加入后翻拌均匀。等到干粉完全消失即可。把黄油牛奶顺着刮刀慢慢加到面糊中。用翻拌的手法搅拌均匀即可。第3步，装模烘烤。为了方便脱模，我们提前把模具侧面和底部抹上一层黄油，然后把制作好的面糊倒入模具中。此刻的面糊中含有气泡，烘烤时会挤破蛋糕，让蛋糕开裂回缩。所以我们在桌面上震2下，把大气泡排出来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我们放在中下层，上下火设置170度，烤35分钟即可出炉。刚出炉的蛋糕还没有完全成型，里面含有水蒸气，避免蛋糕塌陷，先把模具震2下，把里面的水蒸气排出来，然后把模具倒扣放凉，直到蛋糕彻底冷却。香喷喷的海绵蛋糕就做好啦，弹性十足，松软可口。喜欢的朋友们赶快动手试试吧，按照我的步骤做，绝对不会失败。关注考拉姐姐，为你带来简单又美味的甜品。大家好，我是考拉姐姐，今天我来教大家做瑞士蛋糕卷。做蛋糕卷的时候，大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为什么搅拌总是不均匀？为什么蛋糕会塌陷回缩？为什么蛋糕会开裂？今天大家只要跟着我做，100分100包你做出完美的蛋糕卷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好材料。
第一步，制作蛋糊，把糖加入水中，搅拌均匀，直至糖彻底融化。然后加入玉米油拌匀，再继续筛入低筋面粉。搅拌时，如果面糊起筋的话，会导致蛋糕回缩，所以我们画 Z 字搅拌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再打3个鸡蛋，把蛋黄和蛋清分开。如果蛋黄和粉内混在一起，很容易结块，无法搅拌，所以我们采用厚蛋法的方式。现在再加入蛋黄进去搅拌，就不用担心结块的问题了。第2步，打发蛋清。直接打发蛋清做出来的蛋糕可能会有腥味儿，我们可以滴几滴柠檬汁儿进去，把腥味儿去除掉，然后打蛋器开高速，打发蛋清。等到表面有小气泡后，再加入糖。注意，有朋友做出来的蛋糕会塌陷，不够蓬松，是因为加糖的时候太快了，所以我们分3次加入。蛋白霜打到出现大于眼泡的时候，第1次加糖；蛋白霜体积膨大，泡泡变白后，第2次加糖；蛋白霜变成细腻的泡后，第3次加入糖。这样就可以完美避开这个问题。打发到最后，提起打蛋头有大弯钩出现就可以了。第3步，混合蛋黄糊和蛋白霜，将1/3的蛋白霜加入蛋黄糊，用翻拌的手法从下往上拌，切记不要搅拌。拌匀后再倒回到蛋白霜里继续翻拌，直至蛋黄糊和蛋白霜混合均匀即可。第4步，装模烘烤。我用的是28乘28厘米的模具，先在模具内部铺上一层油纸，再把面糊倒入模具中，用刮刀涂抹均匀。面糊里面有大气泡，烘烤时会撑破蛋糕，让蛋糕开裂，所以我们先正一下模具，把里面的气泡都排出来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上下火170度，烤20分钟。刚出炉的蛋糕中含有大量水蒸气，冷却后会让蛋糕塌陷。我们先正一下模具，把水蒸气排出来。等蛋糕放凉后，把整个蛋糕裹起来，用油纸包裹住，再放进冰箱冷藏40分钟。蛋糕冷藏好后，可以直接切块食用，松软美味的瑞士蛋糕卷就做好啦。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垂涎3尺了呢？想吃的朋友赶紧动手吧，只要照着我的步骤，帮你做出完美的蛋糕卷。关注考拉姐姐，为你带来简单又美味的甜品。今天我用一个视频教大家7种汲取其的手法，那每一个手法我都会讲得非常详细，干货视频10分难的，建议大家赶快收藏起来。面糊全部拌好后，我们装入表泡袋中。
你装面糊的挤一个口，然后再另外用一个裱花袋。我们这一次是用的这个圆形的裱花嘴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面糊装进去，这样好转换。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，我们先挤这一个，先慢慢用力均衡的，然后像画一个桃心一样，然后再提起来，最后落到这个角落上。然后就是这个举的方法是最简单的，大家可以先学这一个。我们再重复一下，先画一个像桃心的一样，然后再挤过来。第二种我们是用的8齿曲奇裱花嘴，然后我们挤的是这一种，就比较简单一点的，也是我们从简单到难。我们这个直接画一个圈，但是要提起来它才会有好看的纹路。好，收尾的时候就手不用力，然后提起来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我们挤的时候一定要提起来，它还会有这样的纹路。好，这个很简单，画圈圈就可以了。另外，我们用8齿的同样的齿嘴挤另外一种，像这一种。好，我们先用力，但是要提高一点，然后画小小的圈。好，提起来，然后我们这一种裱花就可以了。就也是稍微画圈圈，但力度不要太大。好，提起来我们就不要用力，好提，好，这样一个就也挤好了。这是第4种，我们同样用8齿的裱花嘴。好，我们是要画一个圆圈形状的，收的时候要上提一下，前期要重，好重放下去，然后转一圈，好收尾的时候提一下，好要重，然后转一圈，然后提一下，我们提的时候不要用力。第5种，我们是用6齿的曲奇裱花嘴，挤的是像这样的形状，有一点点像玫瑰花。好，我们也像刚刚这一个差不多，只是说要稍微提起来，它才有棱角。好。也跟刚刚那个差不多啊，然后挤下去画圆圈，然后收，还有点像玫瑰花一样的形状。第6种是这种多齿的，好，这一个是15齿的，大家可以买更多的。好，我们挤的是这种，就是多齿的裱花，这个很简单，但是也要掌握力度啊，就是稍微提起来有一点点的距离。然后不动，好，差不多大小，然后我们就提起来，好就可以了。包括上面还可以放一些杏仁啊，或者是核桃啊，这种就适合这一种裱花嘴。最后一个用的是珍妮曲奇裱花嘴，然后它挤出来是这一个样子。好，你来看一下，我们放在这里不动，稍微离烤盘要有一点点的距离，然后挤，边挤边往上提。就是一个，慢慢挤的时候它会自己有褶皱，所以说慢慢往上提就可以了。好，也可以挤一个多一点的层数。大家注意一下啊，我们的珍妮曲奇裱花嘴和6齿的曲奇裱花嘴它是有区别的，我们来对比一下，就是我们6齿曲奇裱花嘴它的齿纹要深很多，而珍妮曲奇裱花嘴它的齿纹要短很多，要浅一些。像我们的珍妮曲奇挤好后，我们要将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至少2个小时以上定型，不然的话它烤出来会塌下去。大家一定要多练习，才能掌握挤曲奇的力度。通过这一期视频，大家掌握了7种挤曲奇的方法了吗？把软化好的黄油倒入盆中。
用打蛋器低速稍微把它打发，打发至顺滑，微微稍微发白，然后我们加入糖粉。我们先稍微搅拌一下，再开动打蛋器。我们打到看不见糖粉为止，然后我们分2次加入蛋液。第1次打到一定是蛋液完全被黄油吸收了。好，第1次被黄油全部吸收的蛋液，然后我们再加第2次。如果一次性加入的话，就很容易油水分离。蛋液全部被吸收后，我们加一点香草精，然后稍微开动打几秒就可以了。最后，我们将玉米淀粉和低粉全部塞入。我们用刮刀切拌的手法，慢慢的面粉就会被黄油吸收。今天我教大家做超级简单的花生糯米糍，它软糯拉丝的皮搭配着花生芝麻的香浓，好吃 Q 弹又过瘾。喜欢的朋友们还不赶紧做起来！现在我们来做糯米皮，将糖粉、玉米淀粉、糯米粉好全部倒入碗中，好稍微将它搅拌一下。稍微搅拌一下，我们将牛奶加入，好将它们搅拌均匀。搅拌至像这样细腻，然后提起来是流动状的。好，我们加入玉米油。如果没有玉米油，也可以加色拉油，它只要是没有颜色、没有其他的味道就可以了。我们将它搅拌至融合。我们的玉米油全部融合后，然后我们过筛到碗里。好，这个碗建议大家用陶瓷的，因为我们陶瓷的碗它的就是比较均匀，它的受热温度，所以说它会好一些。千万不要用那种不锈钢的，因为我们这里确实找了很久没有找到那种碗，我就用玻璃这种碗了吧。锅筛好后，我们上锅蒸，将它蒸透，大概20分钟，可以用大火。首先我们来烤花生，上下火170度。好，我们将它放至中层，大概设置5分钟就可以了。时间到了，花生烤好后，我们将它稍微放凉一下，然后再剥皮。哎，怎么转个背就剥好了呀？好，那就剥好了吧。好，感觉被有人吃了一些。那现在我们就放在这种食品袋里面。我们也可以用那个菜刀将它切碎。那我们就是也可以用擀面杖，擀面杖直接敲碎了，可以稍微卷一下，多余的空气将它排出。好，我们用擀面杖先敲碎它。像这样又可以不用洗刀，也可以不用洗菜板，适合懒人。我们的花生碎擀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大小就是这样的样子。然后如果你喜欢吃口感更加细腻的话，可以再稍微多擀一下。如果想吃就是有颗粒感的话，就不用擀这么细就可以了。接着将熟芝麻倒入。还有白糖，可以选粗颗粒的，稍微将它们混合一下。现在我们的馅就做好了，接着我们来做糯米皮。现在糯米皮蒸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熟透。我们用一根筷子从中间戳一下，它没有水，就是刚刚我们做的那个糯米液流出来就可以了。稍微将它放凉一下。
现在放凉的差不多了，好，我们戴上手套，将它揉搓一下。我们可以像这样反复的拉扯，然后后期它的拉丝状态就非常好。这样拉扯至差不多没有温度的时候啊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将它下剂子，大概50克一个，但大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去切它。我们最后可以剩一点。好，我们全部下了剂子，稍微将它团圆一下。好，我们将它擀平。可以稍稍抹一点水，为了防止粘连，千万不能磨粉，因为磨粉后我们要去粘馅料啊，或者是粘其他的东西，它就会粘不上。好，将它擀，可以稍微擀大一点，如果粘的话就抹一点水，看这样就不会粘我们的擀面杖了。好，稍微擀一下，它就变成圆的了。就是将它稍微可以拉扯一下哈，然后我们用勺子舀一点，就是我们的刚刚做好的馅料进去，根据自己喜欢可以多一点少一点，这个无所谓。像它这样稍微拉一下，就叠过来，然后把这个收口一定要收好。好，弄好后我们继续收这边。全部收好后，将它稍微把底部团圆一下，就像这个样子，因为圆的会好看一些。好，底部就上面这个小字就好，按下去。然后现在一个花生糯米糍是做好了，然后表面上我们可以弄2种，第一种我们可以蘸像这样的椰蓉。然后吃起来它的香味，它会有椰子的那种香味。好，将它裹一圈，这样的一个花生糯米糍就做好了，圆圆的。如果不喜欢吃椰蓉味道的，好，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法包起来。好，最后在上面裹熟糯米粉。熟糯米粉呢，用的生糯米粉，然后将它炒熟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用微波炉稍微让它打半分钟，然后稍微将它翻一下，然后再继续打半分钟。好，裹好后，把多余的粉给它抹去，不然吃的口感它的粉质太重了就不好吃。好，我们把刚刚剩余的多的，然后来搓着长条，然后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将它切成一个一个的。好，切了一定要把它们分开，不然的话会粘在一起。好，切好后我们扔进去，把它裹一下。好，我们全部倒进去，稍微搅拌一下，然后可以多压一下，让我们可以多沾一些糖和花生。怎么感觉像小时候吃的小糍粑，又香又糯，1块钱20个。好，如果的确是沾不上太多的那个花生的话，我们就将它舀在我们的盘子里面。全部舀到碗里面，然后将我们的花生碎再多舀点在上面，然后这样配着吃会好吃一些，不然它就只有糖。美味的3种花生糯米糍就做好了。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。今天我教大家做一款蛋白棒棒糖。那这个蛋白棒棒糖呢，它用途非常广泛，它不仅可以做生日蛋糕上面的装饰，还可以做店铺的装饰。关键是它的材料和做法都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收藏起来吧。我们来打发蛋白，先将柠檬汁或者是白醋倒进去，然后我们打至粗泡。打到粗泡的时候，我们加第1次白砂糖，我们总共分3次加入。
然后我们打蛋器开中高速，打至稍微有一点点纹路，然后我们加第2次白砂糖，然后直接开高速。我们打到这纹路稍微有一点深，然后提起来它比较弯曲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加最后1次白砂糖。但这一次加了一定要先开中速。我们打到有非常明显的纹路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换成低速，稍微将它调节一下。最后我们打到蛋白霜光滑，非常细腻，然后提起来有这种小尖尖的时候就可以了。打好的蛋白霜，我们可以分成几个碗，然后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来调整。我这一次只调2个颜色。一个是蓝色，一个是粉红色。如果家里面有宝宝的朋友，可以用蔬菜水果粉这种也可以调，只是颜色有一点点淡，但是比较健康一些。我们将牙签稍微少挑一点色素，然后再加在我们的蛋白霜里面，一定要少量的，不然一次性加多了会颜色过重。好，我们快速的混匀我们的这个粉红色。就已经调试出来了，蓝色，2个颜色调好后，我们用裱花袋，可以拿一个杯子或者是这一种大一点的量杯套上去。将我们的每一个蛋白霜颜色装进去，一定要分3角形。我们将裱花袋提起来，然后我们3个的颜色都装在里面的，它举出来的花纹会比较好看，颜色也比较好看。这个是粉色的、蓝色的，然后还有白色的。我们这一个一定不要先装裱花嘴。不然的话，到时候我们转换裱花嘴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，就很浪费。这次我们用到的是2个裱花嘴，一个是这种即曲奇饼干6齿的，另外一个是这种多齿的裱花嘴，它挤出来比较立体，有很多棱角，会比较好看。我们将它套在裱花袋里面。然后我们刚刚有装蛋白霜的这一个裱花袋，我们要口子剪大一点。然后我们将它套在我们装有裱花嘴的裱花袋里。到时候我们这样取裱花嘴、换裱花嘴的时候就比较方便。我们先在这个4个角上面固定一下，将油纸固定在烤盘上，不然一会儿它会到处跑。然后我们说一下重点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像棒棒糖一样的棒棒，一定要先沾一点蛋白霜。不然的话，它很容易就
直接就脱下来，就直接掉了。按压一下，然后我们在上面挤花纹。我们这一盘已经挤好了，我们还可以换一个烤盘继续挤。换了一个裱泡嘴，我们换一种挤法，还是要将这个蛋白弄一点在这个棒上面。好，看，最后一点蛋白霜，我们还可以挤一些小的在烤盘上。我们蛋白霜全部挤完后，放入烤箱低温烘烤。我们可以将两盘一起烤热，然后低温大概90度或者80度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烘烤到它的表面直接不会粘手，然后可以轻松的拿起来。蛋白棒棒糖就全部烘烤好了，我们将它密封起来，可以保存半个月。像我们这种小的蛋白糖，可以直接放在罐子里面，然后也是密封保存半个月。一个一个的蛋白棒棒糖我们就包好了。